速战速决。You understand? I will go all out. 你是在逼我 kill you 啫 Come on, then. 那我也不会留手的。这是发生在美国唐人街的一场擂台比武，外国空手道对中国武术一通嘲讽，几位师傅逐一上前挑战，结果纷纷惨败收场。正当空手道高手正要下死手时，够了。故事还要从1个月前说起。这天，一位黑人来到叶问武馆，指名道姓想见叶问，可弟子由于语言不通，误以为对方想要踢馆，两人摆出架势后大打出手。岂料黑人拳脚也十分了得，几招过后，弟子便败下阵来。好在叶问及时赶到，一脚将对方放倒在地。可黑人没有丝毫不悦，反而一脸兴奋地叫起了师公。原来他是李小龙门下的弟子。李小龙在美国开设拳馆，传播起了中国武术。此次正是想邀请叶问前往美国参观下月的空手道锦标赛。李小龙能在国外开宗立派，叶问自然欣慰不已，但还是婉言拒绝了黑人的邀请。因为此时的叶问已经查出身患癌症，年过半百的他虽不惧死亡，可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儿子。正值青年的叶正无心上学，反而痴迷于武术，整日在学校打架闹事，学校只能将其劝退。既然他这么好动，送他去国外读书可能更适合他。叶问对此十分无奈。这天带着叶正检查伤势时，却碰巧遇见熟人的儿子。他曾经也是学校里惹是生非的校霸，却因去美国留学过后，如今已是一表人才，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叶问心中若有所思，若叶正也能如他这般独立，那自己日后也可放心离去。回到家后，叶问便找到肥波商量叶正赴美留学的事，岂料叶正根本无心上学。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读书。你不读书你做什么？可以教拳啊，我喜欢打拳。谁让你教？为什么不让我教拳？你自己不就是教拳的吗？要么你跟那些徒弟们说学拳没用咯。够了。如果没人学拳的话，就喝西北风咯。说一套做一套，你永远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叶问倍感失望，一气之下竟打了叶正一掌。肥波见状连忙上前阻拦，叶问心中百感交集，让肥波帮忙多加照看后，便独自一人来到美国为叶正找学校。可据熟人根哥所说，华人想来美国留学，必须有当地德高望重之人的介绍信。好在根哥早已安排妥当，中华总会的万会长一向乐于帮助华人。两人驱车来到时，却见罗师傅竟也在此处。两人寒暄过后，来到客厅，桌上无不是德高望重之人，其中万会长的太极拳更是声名远扬。叶问一一抱拳以示敬意，却见几人面色严肃。原来唐人街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武馆不得教洋人武术。可李小龙不仅打破了规矩，甚至用英文将武术编写成册。叶问作为李小龙的师傅，在解决这个问题前，万会长定然不会帮叶问写引荐信。你的徒弟李小龙不仅教洋人，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上面用英文解释着中华武术。我想大家误解了小龙，其实小龙只不过是想把我们的中国功夫发扬光大，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标新立异，巧立大名，哼，看来是有其徒必有其师啊！代表中华武术，你们两个有这个本事吗？说完，万会长猛地发力，将玻璃转盘推向叶问。叶问一掌将其抵住，两人隔着玻璃暗自较劲，互不相让。一番交手过后，随着玻璃骤然破碎，此次会谈最终不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叶问走在校园的操场，却恰巧遇见一起校园暴力，数名男生正联手欺负一位女生。这女生显然学过一招办事，奈何对方人多势众，女生还是被按到铁栏上，长发被强行剪短。女生用尽全身力气挣脱束缚后，抓住白人女生猛地一推，剪刀不慎划破其脸庞。女生正欲逃离时，却被拉住手臂，一人猛地踹向大门。危机时刻，叶问终于赶到，一掌推开女生，手臂却被大门重重夹住。 Stay out of this, old man. Oh, you want some too? 面对愣头青的挑衅，叶问镇定自若，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几人。交谈下才得知，女孩名叫若男，其父亲竟然就是中华总会的万会长。秉着好人做到底的精神，叶问将若男送回家中，岂料一番好意却被当成别有用心。想要拿线，不用通过我女儿，凭你自己的真本事，打赢我。两人来到客厅中央，打过招呼后摆出架势。万会长率先发难，太极拳结合阴阳五行，柔和却不失刚劲。一番交手下来，叶问反而落了下风，被万会长一招击退后，叶问左手止不住的颤抖，显然是救若男时留下了伤势。万会长敏锐地察觉到异常，身为武术大家的他不屑于趁人之危，两人不约而同地背过左手，再次上前时，叶问渐渐占据优势，一拳轰出将其击退后，万会长见状也发了狠，不惜和叶问以拳换拳，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叶问却仅靠双腿稳住身形，
再次上前时，万会长单臂猛地挥出，却被叶问趁机拉住，倒飞数米后，右脚停在空中。可万会长仍不肯罢休，两人来到桌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掌推出拉开身位后，面色凝重地望向对方时，地面却突然剧烈晃动了起来，灯具随之猛地砸下。两人见状，火速躲在桌下。地震过后，家中一片狼藉，万幸并无人员伤亡。这场比试也宣布告终。看来我们得在中秋晚会上决一胜负了。其实分胜负真的那么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我带你女儿回来是想保护她，不是来拿钱。见叶问走得如此决绝，万会长这才意识到误会了他。李小龙的拳头到底有多重？接下来你注意看。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台上的叶问欣慰不已。李小龙在空手道锦标赛上的表演圆满结束。赛后，李小龙带着弟子们来到餐馆用餐。此时，一群身穿空手道服的老外闯了进来，出言不逊地挑衅着几人。李小龙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身处异国他乡，难免会遭人轻视。李小龙的回应简单粗暴 ：“Harmon, let's take it outside. I'll kick your ass, man. I'll kick your ass too.” 两帮人马来到室外，带头的老外摆好架势，可李小龙却微微一笑，指了指一旁的两人，表示你们三个一起上。三人见状一拥而上，却都没能撑过一个回合。此时巷子里的大胡子教练一脚直接踢碎路灯，凶神恶煞地指了指李小龙，表示让其过去。此人乃实打实的黑道四段，可李小龙丝毫不惧，跟随他来到巷子中。The dog won't fight back, but I will. 两人一番试探后，教练率先发难，几记重腿袭来，李小龙闪躲不及，肚子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脚。虽说吃了点小亏，可回过神的李小龙以一记高鞭腿还以颜色，而后一脚将其踢至墙边。挑衅的招了招手后，教练再度上前，可迎接他的却是凌空一脚。教练迅速起身，不服气的继续进攻，可笨重的身体不仅没能伤及李小龙分毫，反而被连轰数拳。一套连招下来，教练已是晕头转向。眼见拳脚不是对手，教练竟从腰间掏出了双截棍，这无疑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李小龙连续闪避后，一把抓住双截棍，而后一拳将其击飞。教练看傻了眼，顺手拿起一旁铁棍，却未能靠近李小龙分毫。连打数棍后，李小龙将双截棍扔给对方，然后重重一脚踢在对方胸膛。教练倒地后面露苦涩，不禁对李小龙竖起大拇指。李小龙的弟子贺文拉着木人桩，径直地走进了美军军营里。在他看来，咏春讲究反应与应变，若将其应用到实战上，定能在战场上有着巨大好处。可长官巴顿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嘲讽中国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并命令马上将木人桩扔出去。You know nothing of Chinese kung fu. 巴顿一声令下，集合全部士兵，当众承诺，只要贺文能够打赢空手道教练，便会考虑贺文的提议。可贺文仅练习了数月的咏春，面对杀伐果断的空手道教练，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区区数招便败在了对方手下。You see this, man? Now this is karate. Your Chinese kung fu's only good for folding laundry. It stays where it belongs, and that is the hell off my base. 对着贺文一顿嘲讽后，巴顿依旧不依不饶。为了惩罚贺文的以下犯上，下令军营中的所有华人士兵罚跑30拳。木人桩也在贺文眼下被焚烧殆尽。可贺文并不死心，他找到总司令官，给其观看了一些李小龙的影片资料。总司令官观看后表示大感兴趣。贺文趁热打铁，表示唐人街的中秋晚会有功夫表演，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功夫，将其融入到徒手搏击的训练中。贺文申请前去将其拍摄下来，总司令官也爽快地答应了。可巴顿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找到空手道教练，让其去唐人街灭灭中国功夫的威风，让中国人见识一下空手道的厉害。中秋晚会很快到来，此时晚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众人看得兴致勃勃时，空手道教练却推开人群，带着弟子走上台前。 Hey, Chinaman! You want to try to break these bricks with your kung fu? Huh? Cowards! 在一片嘘声中，教练双手蓄力，猛地一掌劈下3块巨石，竟一分为2，然后不断嘲讽观众席中的一众师傅。见万会长迟迟不出现，罗师傅忍无可忍，决定亲自出手。速战速决！ You understand I will go all out. 你是在逼我 kill you 啫？
Come on then. 那我也不会留手的。观众们振臂高呼，奈何这擂台属实太滑，罗师傅竟来了一拳一脚后，瞬间滑下了擂台。你飞，这才那么小。Who's next? 你个死鬼佬，我来。可在黑道四段面前，几位师傅纷纷惨败收场。眼看教练就要下狠手，一旁的叶问一脚将其击退。够了！见对方仍不肯罢休，又是一拳将其放倒在地。大战一触即发，叶问攻守兼备，日字冲拳猛地轰出，打得对方连连后退。教练缓缓踱步上前，扬起右腿，却被叶问顶在地上，拳头如雨点般砸下，由腹部攻到头部，而后一脚重重砸下。教练抓住空档，挣脱束缚后再度冲上前，却被叶问一拳击中腹部，左手挡开对方拳头，右掌骤然停在脖颈处。胜负已然见分晓，但教练还不死心，叶问只好成全他，将其推倒后一记重拳猛地砸下，教练瞬间倒地不起。在台下观众的欢呼声中，教练被弟子们狼狈抬走。巴顿见教练被打成猪头，内心怒火中烧，孤身一人驾车来到中华总会，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中华总会中10几位师傅竟无法挡住巴顿猛烈的攻势，没多久就全趴倒在地。在放倒一众师傅后，巴顿找到了万会长。My karate coach was defeated in a fight tonight by Chinese Kung Fu. Since you'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Kung Fu, I'm holding you personally accountable. These Chinamen right here, I just crushed all of them. You're the only one left. I need to fight you. 此时女儿若男突然出现，她祈求他们放过自己的父亲，更是直接跪了下来。万会长见状，立刻就把女儿拉了起来。用不着给这些外国人下跪，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不用再忍了。我跟你打。Let's go. 万会长跟随巴顿回到军营中，巴顿召集所有士兵，当众放下豪言，要将万会长击败。贺文得知后匆匆赶来，你没有必要接受他的挑战。有必要。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淡淡的望了眼贺文后，缓步来到台上，双方不设规则，直至一方倒下为止。大战一触即发，巴顿飞身上前，却被万会长闪身躲过，一掌推倒，而后摆出太极拳架势。面对巴顿凶猛的进攻，万会长以柔克刚，一招4两拨千斤，将其放翻在地。两人再度上前，万会长凭借敏捷的身手连连击倒巴顿，奈何对方素质过硬，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观万会长年事已高，渐渐落入下风。巴顿越战越勇，连续挡下万会长的攻击后，2记重拳砸下，万会长倒在地上，面露苦涩，翻滚数周，刚站起身，巴顿却再度上前一肘重重砸下。万会长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回过神后抵住巴顿脖颈，一肘砸下，却反被踢中2脚。巴顿丝毫不给喘息机会，飞起上前抱起万会长后猛摔下。贺文不断劝说万会长投降认输，可身为铁骨铮铮的中国人，又怎会轻易放弃？万会长再度站起身，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踹向对方，却被一拳打在右脚。巴顿乘胜追击，一脚将万会长小腿踢断。万会长跪在地上，哀嚎着想再站起身，巴顿却不给这个机会，照着头部又是一脚。万会长瞬间陷入晕厥。贺文见状，连忙将万会长送到医院，并打电话告知叶问。得知万会长重伤入院后，叶问匆忙前来探望，隔着玻璃看着万会长满身伤痕，叶问暗下决心，即便生死难料，也不能让中国武术任人欺辱。随后打电话回香港，向儿子坦白自己身患癌症，并承诺回去亲自传授他咏春。儿子在电话另一头哭得泣不成声，然后转身来到贺文身前，带我去军营找他。叶叔叔，你不要去，我不想你也出事。叶叔叔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第二天一早，巴顿仍喋喋不休，在士兵面前侮辱中国武术时，叶问2人却目光如炬地走了进来。And he's here to kick your ass. No rules. You fight till you drop. 热身过后，巴顿猛地冲上前，叶问却镇定自若，连续格挡后一拳一脚将对方击退。巴顿却丝毫不惧，连续2个抱摔后，膝盖猛地一顶，叶问顿时鲜血直流，躲过对方的飞腿后，转身一掌划过巴顿眼部，趁机一拳打出，却也身中一脚后连连后退。一番交手过后，叶问受伤的左手微微颤抖，巴顿敏锐地察觉端倪，连续几记鞭腿打在叶问左臂，冲上前将其重重摔下后，不断踢向叶问腹部。 Is that it? Huh? Is that all you got? You see that? You're nothing but another little yellow chink. Come on! 叶问挣扎着爬起身，
坚强的意志令场下士兵为之动容。再次交手时，叶问主动攻击，凭借灵活的身形与其周旋，反手勒住其脖颈，将其摔倒在地后一脚踢下，双拳不断挥舞，趁其起身之际重重一拳砸向其面部。巴顿顿时凶性大发，冲上前牢牢抓住叶问手臂时，却被一脚踹中命根。趁此时机，叶问转身缠住巴顿手臂，用力一拧，巴顿手臂瞬间骨折，而后手掌猛戳出。巴顿面露苦涩，捂着脖颈无力地倒在地上。叶问成功捍卫了中华武术的尊严。在将巴顿抬走后，士兵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一战过后，关会长对叶问彻底改观，无条件送上了引荐信。你和你儿子什么时候再来？其实外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圆。万会长会心一笑。回到香港后，叶问不再强求叶正读书，反而按照他的意愿传授起了咏春拳法。阿正，我打一次给你看，你把它拍下来。在落日余晖下，叶问一如既往地打起了木桩，清脆的响声伴随了叶问的一生。他曾打败过日本军官，也徒手击败世界拳王龙卷风，更是和拳王泰森不分上下。叶问俨然成了国人的骄傲。直至1972年2月2日，一代宗师叶问癌症去世，终年79岁。